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在这世界上？然后这个属于我，那个属于我的吗？这个过程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就开始怀疑人生了，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你觉得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子，还是这个是我个人的问题？大部分的人他是选择不开心，我不喜欢你每天这样子，我要去改变你，让我自己开心。那我为什么改变你？你就是这样子，你跟我在一起你不开心，那你为什么还在跟我在一起？那不是变态吗？想要的那个东西跟我现实不一样，我就会不开心。怎么开心呢？好简单，第一，我接受了之后就不要在那边靠腰，这也是很重要的。第二，我就离开。接受还有一点是你真的要发自内心的去接受。我跟你说一个很变态的事情，有一个人他们过来，他说我要涨工资，我说说那么多，差不多值这个工资是对的啦。然后他说但是我不满意，不满意，你应该离开，找一个你满意的。然后他就开始哭，然后我说我这么哭，你怎么那么容易就把我放？难道我在这个公司没有什么任何价值吗？那我是祝福你，觉得你应该去找你要的那个工资。大部分的人这两个决定都不做，一直在那边上心。日本那个恐怖片叫什么？贞子啊，贞子要从楼梯上跳下来，所以他唱歌应该很好听，因为他一直对人们我要杀死你。他会说中文吗？今天讲那个讲人生的方向使命，我觉得外面应该很多人他们找不到方向，然后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属于我的还是不属于我的，就好像郑米啊现在连着拍拖那样子就不知道哪个方向才是对的。没有，我有慢慢感觉哪个属于我的。现在有点方向。对很好。但是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自己的体验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我感觉这个不是说那混乱，然后要找方向，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在这世界上？然后这个属于我，那个属于我的吗？这个过程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但是当我感觉找到之后，在旅程上，偶尔还会在混乱，偶尔还会再思考一下，就开始怀疑人生了。到底这个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你觉得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子，还是这个是我个人的问题？我觉得我会，我自己的话我会。所以你也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当讲师，还是找一个纽约的男朋友，然后嫁给他生个这不冲突吧？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不冲突什么意思？就是当讲师是不是当讲师跟找个纽约的男朋友这个不冲突。好，但是这个旅程你会目前不会，目前我还没有，但是之前这2年有没有过？没有。那么厉害？对，可是在之前你说1天2天都没有这种？没有，因为我应该还很乐在其中。那我真的是很双鱼座。他是目标很清楚的人。那我很双鱼座。你会开始怀疑一下？我每天都怀疑。每天吗？我好像好多年都是这样子啊，我以为这个是蛮正常的。我有这样过，但不是这1-2年。我很多时候我到肯亚，我会觉得，我觉得这一辈子不是很什么都不用烦，然后每天在那里就很轻松，还一直开会。对，因为有的时候会觉得工作累啊。但是如果完全不工作，因为你知道我在肯亚我待10天，然后我就会觉得对啊，好像什么都没有在做，我要没做事会觉得没办法。但是我感觉我好像一直跑到那边就想要这边，跑到这边就好像要那边，这是我的问题吗？双鱼座这么变动的吗？双鱼座是非常那个的。我以为只有风象这么变动啊！我以为只有风象星座这么变动，我不知道双鱼座这么变动，这好像比风象还变动。你会这样吗？我好像也是。所以很不稳定哦。我吗？不知道，就好像会变来变去，就是。但你对音乐这件事情你没有变，你还蛮坚持的。应该说，音乐的话是比较，就是还不确定方向的时候会比较，就是容易怀疑自己。但是不过你说这个是好像一个那个框是在音乐里，但是音乐好多路线呢。对对。他可能知道是音乐，但是也不完全说哪个风格或者
跟谁一起走这个路，或者。可是我觉得妮卡是一种随风飘的感觉啊，你会有那种疑惑吗？我不觉得你会有疑惑在。随风飘呢，不是就一直飘？我如果有就是随着风飘来飘去啊。就如果就是我如果确定要干嘛的话，就比较不会想太多。但是我比如说在创作，比如说要创作一首歌的时候，然后就一开始要写的时候，我会很多想法，就像比如说我们前天跟弄那个出来，然后我也会想说，可是这首歌这样适合吗？我也不确定。然后或者是像在台湾写的那个歌，然后大家觉得它好像可以用，但是我也会觉得，可是这适合吗？我也会有很多，所以我需要别人来帮我做决定。对，但是我可能就是我一确定就是好，那这样是可以，然后大家觉得 OK， 然后我就可以 focus 在里面，就不会想太多。那这个是音乐，那我想问的是，你觉得你在你人生的道路上，你现在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吗？你有疑惑过吗？应该是正确的吧？应该没有应该。所以如果说应该正确，就是也还没很确定，也没有说很稳的。对啊，因为应该2个字就不一定啊。但不正确是怎么样？但我觉得我好像有在进步，或者遇到事情好像都不知道，不确定。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但是我个人其实我知道我这一辈子我会一直影响生命，我知道我会一直做这个事情，我也知道这个音乐这一道路我肯定会走到就是成功，我肯定要走这个。但是这个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情绪的东西了，就是一个每天的浮动，可能跟谁去配合相处，摩擦，观察很多这种东西，然后偶尔在情绪里会不干了，或者偶尔在情绪里说算了，就会有这种，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就这个终点它是很稳的，但如果我把每一天的这个思考的东西真的说出来的话，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很恐怖。你有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懂，因为我也会觉得说我很清楚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我的方向是什么，我知道我要干什么。可是常常有时候，我觉得常有时候，对，常有时候不要再挑我语病了，又学会了，就是常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宇宙会给你一个考验，会突然丢出来。你虽然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但它就是要给你考验你能不能去过关，继续坚持你那条路。所以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疑惑在，就是这样子的产生。就是你知道是什么，但是你就是会有这些考验，那你就是要去面对。但是因为经验，我不要说因为越来越老，但是因为经验，所以大家会不会认为说越来越稳？会耶。哪一种稳？会吧。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有一个目标，我肯定会达到它。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做这一场演唱会，我肯定要把它做好。但是在这个旅程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或者那个或者这个事情发生，然后或者一些挑战，然后那种小声音会出现。我觉得可能我会觉得，我更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发脾气的，算了。但是现在就会用多一点脑袋，就说算一下，等一下，这不划算。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要重新再来，那不是一样吗？就是这种比较理性啊，会比较理性，可能是跟计算。会不会大家都那样认为？我觉得会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在小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你经历过了之后，你发现你冲动好像不见得能够把事情变得更好。冲动是魔鬼。对，你有学到这个经验，所以你才有后面的脑袋。如果有些人老了还是一样像小朋友一样啊，
不见得年纪越大就越聪明，好不好？对不对？你认不认同？认同。也有老小孩啊，比较是因为你有学习，你有成长。对，但是那种想法、情绪里面那种反应、想法，它不要说每天了，但是经常偶尔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就因为我是那个黑社会老大。我跟你说嘛，因为你昨天我是那个我爸是当那个的，所以我有那个冲动。你说昨天想把人家揍一顿那个情绪吗？不是，我不喜欢，因为其实我不喜欢讨论，我不想讲来讲去，觉得好烦，所以为什么我喜欢打人？但是我不是说我会打人，但是我会经常有这个冲动。我会这想法，但是我现在我不会做，因为我可能这10年都没有打人，然后我就发现，哎，为什么没有？但是我有没有这个想法？有，我可能每个礼拜都想打一下他，就是不是说很多遍了吗？就因为我不想说话。因为他昨天因为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就说气死我了，我想把他揍一顿，然后他就冲下去。然后冲下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怎么样？结果后来他就跟那个员工很理性的沟通，非常有爱的沟通。但是在那个时候啊，我真的是，我差不多是95%我要打人。对，我有感受到你的情绪。但是可能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跑下去过程中消化了一下呼吸法，然后就等一下，对，这样可能不会，就是效率好像不是很高，如果这样做的话，所以我会觉得，对。所以我随时，所以我就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随时，我这个旅程随时会这样改方向，但是这几年来是比较稳，因为我会给自己这一点点的时间，然后等一下。这应该是你脑袋就很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你才能够刹车，把你这个情绪停止住。还有另外一个补充，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Master 开始在19年去喜马拉雅山修行，所以你可能意识到情绪的这些重要性，所以你开始知道用一些技巧。但是你觉得这个我现在说的这个东西是所有人都可以连接到吗？还是你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暴力，所以我有这个想法？没有，我觉得我也可以连接到，因为我知道你，我感觉你，如果你有学拳击的话，其实你也会很想打人。对。我之前你好像没有学拳击，你也很想打。我之前是直接有情况，我会，因为我们家是做生意的，有一些会有很不理性，就是很无理取闹的客人，我会直接在很忙的时候骂客人。怎么骂？我想看一下。跟客人你怎么会看？每天都可以看到他骂人。我看他骂人很可爱啊。开会的时候可以看。没有，我现在可是我慢慢灵性上面比较越来越深之后，还有意识到，因为 Mason 你像在去年9月的时候，我们在美国，你有跟我讲到关于情绪这件东西，还有我的那个能量的问题，后来我就慢慢的有去意识，我觉得主要是首先大脑有去意识到这件事，后来我觉得在9月之后年底到现在，我的情绪就比较会控制。我知道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伙伴，他们可能会讲一些话，我反而会比较多包容，或者是他讲了一些我不太喜欢的，我可能会比较多的去跟他很好的沟通，虽然我很生气，或者是我知道就像之前有人要表达一些事情，我可能会插嘴，我现在想说好，我知道他可能需要更多的表达，那好，我就让你表达，但其实我是很不耐烦的，我自己是这样子啊。不知道是不是类似的？那是有觉察到情绪的吧？也有吧，但是我觉得，但是我感觉你的情绪，我觉得你的情绪应该是比我大吧？应该是吧？我感觉。对。我不知道这样讲可不可以？可是我有时候觉得这个人他比我更大，住在你们家的。哪一个人情绪比你更大？就是他的英文开头是11开头的。要找人在。你知道我在说谁吗？不知道。住1楼的。
哦，他已经离职了啦。离职情绪。嗯，哦，我没有遇过，因为我的职位跟他不会对他情绪大。但我有发觉，可是我后来他也不会，慢慢后来他也不会对我怎么样。可是我观察到的是，他会用他的情绪去对其他人，而且他那个我有听过，然后我也有大概见过。对，因为我发现他对其他人那个情绪是比我还夸张的那个情绪。哦，就是但是我没见过。对对，我不你会。你那个很明显，你每天开会，你那个很明显。对，但我现在有比较好一些啊，会问平平。可以问平平。这几天这阵子开会有比较好，可是我觉得我是对到人，如果我跟他我就会吵起来，但是我对其他人反而就不太会。那妮卡呢？我知道你以前是很冲动的个性，你觉得你现在因为年龄的增长之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拿不走的。它是本性，你还有这个东西在吗？只是说你现在给一点时间去把它消化，然后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有啊，就还是会有一些情，就像上一次在 LA 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情绪，然后就很想要就是跟人家吵架，但是就觉得呼吸这样。哦，我有看到你们差点有点情绪的情况发生，好像是我跟米娅，对不对？我跟米娅，然后还有他，还有另外2个。这哪一个？那时候在 LA 的时候，地下室他们有点冲突了。哦。但我会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有很多想法，然后我可能不知道怎么用好的方式沟通。就真的我觉得我需要多沟通，表达自己想法，可能他们才接受到我要说什么。但有时候我会觉得，他们这样好像也是一种方式，但我就顺着，然后最后好像就会。你是顺着的啊？对。对啊。对。遇到事情他没有呛回去，那个时候是因为有点排歌什么之类的，有点纷争出来之类的。对。或是。然后那个好像忘记谁，另外的制作人对他讲话也是蛮不礼貌、不客气的。对，就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对啊。但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看这些。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你也是一个不喜欢沟通的人。会不会这样说？这个不喜欢是害怕吗？觉得麻烦吗？好像不那么擅长。这是懒得去说吗？就觉得好像有时候讲了，也就是不一定有用，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全部在你自己脑海里的，对不对？对，可能很多会在我自己脑海里，包括可能我有时候跟伴侣也蛮容易起争执。我听到过。对，就有时候跟伴侣的时候，我的就是比较脾气的那一面会，就是对一些事情就会突然爆炸。对。好像越亲密很容易耶，越亲密的人就会越容易爆炸。可能也要经过事情的，就像我会经常对我家人爆炸一样，有时候会，所以我现在要学习对家人不要那么爆炸。对家人我可能就很没耐心。对亲人、对亲密的人比较会放松自己，对，把最真实的面拿出来。那你会对亲人比较不耐烦吗？不会。我是慢慢学习身心灵，我才开始对亲人比较包容跟爱。因为我那时候还没进入教会的时候，我是一个超暴躁，而且超叛逆，而且会就是对家人超没耐心的那一种。后来我进去教会之后，整个个性大改，就是会跟他们很多的表达爱，还有个性也变得比较柔和。我觉得我对越亲的人，我就越有耐心。如果你看到如果我会坐下来说，郑明啊，我们坐下来好好的谈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然后把它解决吧。如果你有一天看到我这样子跟你去沟通的话，你就知道我是在乎你，我才会这样子去做。因为外面的人我不会，我会说走吧，无所谓，无所谓。所以因为我很不喜欢沟通，我很不喜欢坐下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女生的东西，但是我很多时候我觉得女生很喜欢我们坐下来谈谈吧，然后
有什么好谈的？就是我自己没有想谈，我一点都不想谈。但是如果我真的坐下来跟你谈的话，那我就知道说，对，人类是需要沟通的。然后如果你不沟通，他永远都不知道你的想法。所以好吧，那我就沟通。但是因为我那么在乎这个人，我才会坐下来沟通。要不然全部就炒鱿鱼，全部就分手，就是这样子。对，我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是一个我是把我们看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这个家庭可能就是它会越来越大，然后我发现什么？我发现我对家人的一个保护那种保护欲就很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个责任。就你小时候你好像这种分享，你小时候有吗？对。我就是谁跟我走这一条路，我们是一家人，我就感觉我要保护这一些人。你知道我发现什么？我发现很多可能新来的人，他们加入团队，或者有一些以前的加入团队，他们见到我，他们会很尊敬了。master 这个 master 那个，要不要这个，要不然那个什么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对你们谁不礼貌，我那个想法会出来，我要打人。打人，这个不是一个，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以前有跟呱呱说过这个东西。我说你不要跟我说，你不要每天跟我说兄弟我爱你，你对我的朋友不礼貌，我说你这个你就是不对我不礼貌。我对这个东西我很注重这个东西。虽然很多时候，其实你说有没有人会对我怎么样，惹我去生气，其实很少，因为这个是一个职位的东西嘛，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不会这样子，怎么不礼貌跟我说话。但是通常我的一些情绪会上来，或者我会有一些反应，都是因为我看到人家是不尊敬我身边的人，然后我就觉得你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其实你说昨天那件事情其实没有我份，这个不关于我，就没有东西可以带给我情绪。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们一家人有说好一些规矩，我们哪一天要但是你现在不守这个规矩，是不守我们家庭的一个规矩，而不是说你不是朝着我要怎么样，这不是那个问题。我是觉得这样子很不尊敬，我们还有我啊，这样。但是如果说这个路线、使命、目标来说，现在就我没有那么笨。什么叫做没有那么笨？那什么意思？我觉得以前就是冲动了，以前因为冲动，所以会 boom 全部没有了，然后要再来一次，全部从头再来。对，但是现在不会，因为每天那么努力，一天一天那样过去，时间有限，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要完成现在的事情。我们要把这些歌真的出去，然后真的改变生命的话，真的要做这个演唱会的话，这个我们要一直往前走，我们没有时间说哇重新再来，要再重新再来，因为我也发现什么，我发现人跟人之间你永远都会有冲突的。你无论你找谁，你觉得这个人比较对得起那个人比较对得起，以后都会有冲突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的成长背景所有都不一样。然后这个没有说谁对或者谁错，只是说我们大家对礼貌啊、规矩啊什么，我们对这个的概念不一样而已。对。没有补充。我在思考，对，因为我觉得你会清醒过来，是因为你就是已经知道你要干嘛，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应该去因为情绪而阻挡了我们要去走的道路，这是很多人会犯的错。所以他们因为常常都是把自己框在一个情绪当中，所以他们就会不知道我的方向是什么了。因为他们一直看着眼前那个很小很小的那个结，怎么结都打不开。
可是他们前面还有长的一段路可以走啊，他们就没有看到啊。所以其实很多人说，哦，我找不到我的目标，我的梦想，我的使命是什么？是因为你一直在纠结你那个前面的那个结，一直打不开，你当然看不到眼前的东西是什么，对不对？这就是你的使命，能不能去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去觉察到的地方吧。对，所以你是聪明的，你不会因为情绪就这样子卡在那边，因为你很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因为我很多时候懒得去沟通，所以其实我身边需要很多会比较自己除了这个以外，自己就是不能有太摇摆的人。摇摆怎样？这样可以吗？他们也一定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们才可以这一条路我们可以走到最后。因为如果他们一直在摇摆，然后我也不喜欢沟通，那很多时候我会被误会。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们是不是那个或者什么？然后可能他们自己就会做出一些决定。什么决定？对，错误的决定。因为我没有，可能因为身边的人太多，我没办法说每个人，然后我们每个人每天聊一下3个小时，然后了解一下，没有这个时间。我们不是说好要做这个事情吗？还要讲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你冲突里面的一些摩擦，这个是很正常的东西，没有什么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大家目标是一致的，那就继续哦。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需要沟通，他可能需要经常给你一个，你需要你给他一个 check， 特别是女孩子特别需要这种吗？男生可能也有吧。男生有吗？男生都有阿萨里的什么？他说男生也会有类似这种需要你经常去跟他谈的吗？还是不用？我不要谈。男生不会，男生是用拳头在谈的。我不要谈。对，男生你有遇到有男生这样吗？摇摆不定的。那个叫什么？我最近学会一个新的单词，娘炮。娘炮，男生没谈像娘炮一样，听到了没有？我没有了，我不喜欢，我会觉得，我们不是说在一起嘛？那在一起就在一起了，那中间那些没事啊，那就过去了，没有讲，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我们不是说有这个共同目标嘛？那我们就完成咯。那你中途昨天你跟谁怎么样了？那又怎么了？浪费时间你在讲他干嘛？真不过去了嘛？我会这样想，我会觉得，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关心的人，他们真的很需要你去跟他，但是他很多烦恼，很多想法好，那就坐下来吧。所以我说我真的很关心的人，我才会说好吧，那我们讲吧。要不我不会。你有跟人家沟通过吗？情绪来的时候，因为我上次他不会吧？你会做这个事情？我无意间听到他跟他那个另一伴侣有吵架的声音过，所以你们是有在沟通过的这件事情吗？还是会沟通，就是，但是你不会，你会去要求去沟通吗？我会就是受不了，然后我会想办法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需要讲一下我心里的想法，不然每一次好像会一样的情况发生，然后我可能会，他可能做了什么，我会有一样的反应，那我想要避免这些东西。蛮好的。他就是要沟通的人。那你那种沟通是会？那你在沟通里会吵架吗？我觉得吵架是吵架，但我到沟通的时候，可能是把一些，就是因为应该说很多时候我想要沟通的时候，然后对方可能会误以为我要跟他吵架，所以我要一直转换方式去表达我的想法。对，然后，但是可能对方也有一些防卫性反应，会觉得，我是不是又要指责他了？所以我会一直想办法要找到，就是比较婉转的方式。你要先夸夸他，摸摸他的毛，然后再表达你的想法之类的。不知道，我其实还在找寻，但有时候会，对，但是也有几次是就是讲到就是觉得就是有情绪的。他是不是也不太会沟通？对，因为我刚好我的另一半也不是那么会沟通的，所以对啊，他好像也不爱沟通。
他好像比你更不爱沟通。对，所以就是我也在学，但是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学习啊，学习我要自己主动但真表达。的要表达我也是觉得要表达。为什么人都那么不会沟通啊？我觉得不是不，我觉得不是不会，这个可以做，这个可以是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们想还是不想，愿意还是不愿意。谢谢你愿意跟我沟通。有啊，你有去解决我心中的那一个结啊。我现在我没有主动去跟我不会去沟通什么，因为我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在感情里或者在事业上，我觉得都一样。我们会有一个我们的 model of the world， 我们觉得我们的世界应该长什么样子的。我们觉得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关系应该长什么样的，或者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事业上，我们应该这个画面要往哪个方向？愿景。OK， 这个是我们的 model of the world。第二就是我们的现实。我们现在那个现实跟我们想要的那个有没有对齐？当它没有对齐的时候，我们会不开心。那所以你不开心也好，你不开心也好，你不开心也好，我不开心也好，我会怎么去处理？如果我在感情里我不开心，我会觉得我现在的现实跟我想要的那个东西不一样。那我有2个选择而已。但是大部分人他们不是选这2个选择，大部分的人他是选择不开心。大部分的人是我不喜欢你每天这样子。然后我要去改变你，让我自己开心。那我为什么改变你？你明明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我现在想要的那个东西跟我的现实不一样，我就会不开心。那我怎么开心呢？好简单。第一，我接受你，要不第二我就离开你。不就这么简单吗？我觉得事业上也一样啊，就像我们现在做音乐一样，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讨论，没有什么你说之间有很多纠结，这个那个什么，有什么好纠结的？现在就是长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就只是往这一个路。如果你不开心，那你就不要走这个路啊。要不你就说但是其实我走这一条路，其实我可以去开心的，学会开心的，那就好，那就开心，那继续走吧。但是他根本没有一个不开心的，我不知道有些人他们会不开心，就在感情里他会说我不喜欢你怎么样，那你不要跟我在一起了。对啊，对，真的。然后就觉得你不在乎我吗？不是我不在乎你，你说你不开心啊，你跟我在一起你不开心，那你为什么还在跟我在一起？那不是变态吗？所以我会觉得这好简单，就2个决定，要不就离开，要不就接受。对啊，但我发是这样想，现他们没有，不是发生在我最近就看到有一个情况，就是一个男生他会做，他坚持他做的事情，但女生不开心。女生说你为什么要让我不开心？可是他们其实分手了，那女生还是继续 PUA 男生。但我觉得他的不开心的点，可能是因为他也不愿意放手。我觉得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价值。他不知道他自己可以创造他自己想要开心的生活，所以他一直依靠让他不开心的，一直用这种 PUA 的方式。我跟你说一个很变态的事情，这个是最近可能5、6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人他们过来，他说我要涨工资，然后他就找我，平常是找 CEO 的，但是 CEO 不理他，所以他就找我。他说我要涨工资，然后我就问一下现在工资多少？我说那你现在做那么多，差不多就这个工资就对的了。然后他说但是我不满意。我说不满意，那你应该离开，找一个你满意的，就是对你觉得这里给你的那个太少吗？那你去找一个给你觉得满意的那个咯。然后他就开始哭，然后我说你干嘛哭？然后他就说你怎么那么容易就把我放？难道我在这个公司没有什么任何价值吗？说你干嘛哭？现在不是你不满意这里，又不是我不满意你，我没有说我不满意你，是你不满意这个公司。那我说，那我是祝福你，觉得你应该去找你要的那个工资。然后我说你可以走，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伤心，然后觉得你们不在乎我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说了一大堆。他说你这个人好变态哦。
是谁啊？不满意就走，要不就接受。我不知道就是这样的。我好想八卦。但是这不是说每次都走，这不是不满意，然后每次都走。就有的时候我会被说，身边的人他们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也不满意，会。但是我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也是要去学着接受？要啊，因为人家只能做到那么多，那你有什么办法？那没有，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完美的人。那你要自己想一下，那这个能量还有一个交换吗？还有一个交换，对，它是不是完美的？不是，但是还有一个交换，那没有问题啊。那就继续了。所以有没有很多人的缺点还要去接受的？当然有，经常。所以我觉得接受是一个选择，放下是一个选择。但我觉得应该说，但是最变态是大部分的人不这两个决定都不做，一直在那边上心。接受了之后就不要在那边靠腰，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说好，那我接受。例如说男朋友劈腿，我接受，我原谅他，但还是觉得说不行，他以后还是会对我劈腿，然后整天很难过。那还是一样接受了，但不是真正内心真的想要接受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接受还有一点是你真的要发自内心，对，要发自内心的去接受，这才是最重要的。不然你还是一样不快乐，你还是一样不开心。但我后来意识到，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去让自己的一些意识提升，还有那个自己的潜意，就是真的要疗愈自己的内在小孩，还有改写自己的潜意识。当这些都做到的话，慢慢的自身价值提升的话，你不会去卡在这些什么要选择被选择。所以到最后还是要上超级创造者。下连结在楼下。在楼下。在1楼。去1楼拿一下，我去1楼拿一下放上来。没别的。你快乐吗？没别的，没别的。可以，可以。你快乐，真的。可以。那就好啦。对啊，又何不？今天到这儿。拜拜。拜。下一集见。下连结。